你今天是想跟我单打独斗呢，还是想你们两个父子一块儿上呢？你我之间的深仇大恨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今天不是比武较量，是我们父子两个要你的命。你是我风儿的手下败将，还这么大口气。我父儿技不如人，也必苦战到底。好。啊！阿弥陀佛，萧老先生，可否先让小僧跟我朋友叙叙旧？大伦明王，慕容先生，今天的事，不判个生死，绝不罢休。哈哈哈！南慕容，北乔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萧老兄，请听在下一言好吗？任你怎么花言巧语，你休妄想打消我报仇的念头。就怕你报不了仇。我们3人对付你们父子2人，你说哪方的胜算高呢？看在萧居士你泽心仁厚，以天下苍生为重，实在是菩萨心肠。老和尚代天下人向萧施主致谢。你是谁？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经书弄得这么乱？你藏在这里多久了？你到底藏在这里多久了？多久了？呵呵，老僧不记得了，恐怕有70、80年了吧。我还记得，这位萧居士第一次到藏经阁来偷看经书的时候，老僧就在这里扫地扫了40年。后来，慕容居士也来了，直到10年前，这位大伦明王也来了。哦，你来我往，弄得我们藏经阁乱七八糟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僧虽然眼花了，可是心里很清楚。可惜有的人眼没有花，可是心里早就老糊涂喽。这位大师，你别在这儿胡言乱语。小僧从没见过你，以前更没来过贵寺的藏经阁。大师，老僧虽然没有记性，不过还记得，你师弟天摩尼第一次到藏经阁来偷看经书，失手被擒以后，就轮到大师你来了。有什么证据？我还记得，你第一天偷看的经书就是《无相劫指》。萧居士偷学的就是伏魔杖法，慕容居士偷学的就是般若金刚掌。两位凭着你们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日夕苦练，的确达至勇猛精进这4个字。但是老夫当时知道你们从此入魔，为免你们越陷越深，所以老僧故意在2本典籍旁边放了1本《法华经》，希望两位可以参悟佛法，化解戾气。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。而明王你呢？比起2位居士，你更加贪心了。你竟然将本寺的72绝技一一强行记录，私下慢慢研究，简直一派胡言。但是你急于求成，竟以道家的小无相功催动少林绝技，并且颠倒次序，表面上威力无比，实际上为祸至深，已经生计5脏6腑，大难临头，只在旦夕之间呐。什么为祸至深？什么大难临头？大师的话未免太危言耸听。
少林寺建寺以来，只有大魔祖师一人身兼72绝技。大师知道为什么吗？这是贵寺的事，外人又岂能知道？由于本寺72绝技，每一项都足以置人于死地，所以每一项绝技都要以相应的佛法来化解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盛的高僧才能练习越多的绝技，否则强行多练只会内伤越重，早晚有一天导致走火入魔呀！哼，大师准是怕少林寺72绝技外泄，所以故作威严，令外人望而却步吧。呵呵，忠言逆耳啊！明王请将《易筋经》交还本寺。什么易筋经？大师的话越来越莫名其妙。明王，你现在的承气穴显出朱红色，闻香穴筋脉颤动，种种迹象显示，明王正在强练本寺的《易筋经》。小僧精通内外各种武学，大师不必为小僧担心。况且小僧从来没学过什么易筋经。明王，如果不及时回头，恐怕随时会病发。每日子午时辰，必会痛入骨髓；轻则内功尽失，四肢瘫痪；重则经脉尽断，性命难保啊！大师不必多言，有病没病，小僧比你更加清楚。明王既然执迷不悟，哼，老僧也没有办法。萧居士，你近来小腹上的梁门太乙2处穴道，是不是隐隐作痛，日益麻痹呀？神僧明察，正是如此。既然神僧知道我家父的伤病根源，还请慈悲救治。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萧施主，令尊的伤，只有佛法才能化解呀。爹，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啊？慕容居士，你身上的3处穴道每日发作，犹如针刺的那么痛苦。你要能听从老僧的点化，自能化解。老夫没什么大碍，今日暂且别过。如果2位想找我父子寻仇，大可来我燕子坞，我们共迎大驾。哎，慕容少侠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父亲日日忍受痛苦的煎熬？大师是否想让我爹留在这里，任人领主？爹，我们走。且慢！你爹有病，我暂且放过他。但是慕容兄，你并无病痛。废话少说，在下有接枭雄的高招。慕容先生，萧居士，老僧问你一句：如果你可以医好他，你会不会为慕容居士疗伤呢？要我给慕容老匹夫疗伤？请你说话尊重点。慕容老匹夫害死我妻子，毁我一生，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你真的不看他死与非命，就难消你心头之恨吗？不错，父30年来日思夜想，就是这笔血海深仇。那太容易不过了。
你这个老贼，满口慈悲佛法，竟然杀死我爹！我要给我爹报仇！慕容少侠要杀老夫，就尽管来杀吧。爹，慕容少侠，要杀死我是再好不过了。风儿，你可以马上回大辽，我要办的事情已经办完，这条路也已经走到尽头了。爹，小居士，如果慕容居士杀了你，你令郎一定会杀他报仇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不如天下的罪孽都归于老僧的身上吧。你干什么？我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，活动一下经脉。他们俩已经气绝身亡，你帮他们活动经脉。爹！喂，你叫我爹的遗体转来转去，到底搞什么鬼？不许进来，不许恻守，四手相握，内息相应，以阴制阳，以阳化阴。少林寺不愧为武林的至尊，一个年迈的老僧，居然有如此功力。